你开没有自动驾驶的油车，就像现代人还在骑马和用翻盖手机一样。这个马斯克看到了未来真的开跑了。就在2025年6月22日，特斯拉正式在德州奥斯汀悄悄启动了他们的 Robotaxi 无人计程车服务，而且这一次不再只是概念影片或 PPT， 而是让人真正上车，真实跑在市区的道路上。奇怪了，马斯克不是一向高调吗？怎么这么重要的产品，不开个大型发表会，不搞个全球直播？事实上，这次的上路计划相当低调，初期只是出给少数受邀用户，参与者几乎都是特斯拉社群中的客户和铁粉。整个是营运采限量邀请制，并且要求搭乘者提供详细的使用回馈。他们在奥斯汀南区的特定范围开始测试，范围避开了机场和高速公路，涵盖的是比较市区的路段。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价格，每趟只要固定收费$4.20。没错，无人驾驶车一趟只要4块多，可能比你今天叫 Uber 还便宜。Robotaxi 之所以这么重要，你必须了解一件事：尽管 Toyota 拥有超过特斯拉3倍的营收与5倍营业利润，Toyota 的市值却不到特斯拉的1/3。原因正是投资人高度期待特斯拉未来能透过 AI 与自驾车技术带来庞大获利。而 Robotaxi 既然已经是现在进行式，我们就该来具体了解究竟 Robotaxi 是什么。Robotaxi 和它的最大竞争对手 Waymo 又有什么差别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本集影片就来介绍 Robotaxi，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Robotaxi 是什么？所谓 Robotaxi，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司机的计程车。你只要用手机打开特斯拉的 App， 输入你要去哪，它就会自己开到你面前，载你到目的地。结束之后，它不会等你给小费，而是会自己开去接下一位乘客，或者回车库充电、保养。这个概念以前听起来像是在做梦，但现在真的来了。而且这不是一个车厂随便画的大饼，而是特斯拉亲自下海，自己出车，自己改装，开放真正的市区路线测试。这次发表会不像以前那种又灯光又舞台的发表会，而是非常低调地进行。特斯拉找来了自家员工、一些媒体和合作伙伴，在 Gigafactory Texas， 也就是他们德州的超级工厂，做了几天的试乘体验。目前 Robotaxi 车队是用 Model Y 改装的，也就是现在路上常见的那台休旅车。虽然外观看起来差不多，但里面其实动了不少手脚。首先，驾驶座的方向盘没了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方向盘和油门、刹车都拔掉了，整个车头只剩一个超大的萤幕跟紧急停止键。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状况，乘客可以按那个按钮，让车子停下来。车顶上装了一些散热装置和天线，因为这台车跑的是特斯拉自家开发的 FSD， 也就是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，算力非常高，会发热，所以需要额外冷却，而且它也需要用 5G 跟云端保持联系，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由远端的控制中心接手，就像遥控一样帮你安全处理。那 Robotaxi 怎么看路？怎么知道红绿灯？路人还是对向来车？答案是全靠摄影机。你现在开的车可能有倒车镜头，有盲点侦测，有环景系统，但特斯拉是直接把镜头做到极致。特斯拉坚持用纯视觉系统，不用光学雷达 LiDAR， 不用超音波。他们的每台 Robotaxi 车上装了8颗高解析度镜头，前面3颗，侧边后面5颗，360度没死角，随时观察路况。这些画面不是传回给人看，而是直接丢进特斯拉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。这套 AI 会分析画面，辨识人、车、红绿灯、路标，甚至连路边停一半的垃圾车、突然冲出来的狗狗、阴影底下的脚踏车，它都看得出来。这是很有意思的选择，因为市场上大多数自驾车厂都选择结合多种感测器，但特斯拉要的不是豪华选配，而是未来能够大规模量产、成本压到最低的方案。因为特斯拉想让 Robotaxi 像 Uber 一样无处不在，不是只能在矽谷实验区跑几趟，而是真的可以上街跑10年赚钱的那种规模。Robotaxi 会把接收到的资讯再结合 GPS、车速、惯性测量装置，去判断现在该不该加速、该不该刹车、该不该转弯，然后让车辆自己开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但事实上，这整套系统已经在全世界的特斯拉车上跑了超过350亿英里的真实路况数据，等于是人类整整好几百万年的驾驶经验。你想得到的奇葩路况、边缘案例，他们都遇过，记下来，学起来了。而且这套系统每天还在进化。怎么进化？靠的就是特斯拉的秘密武器 OTA 更新。也就是说，这些 Robotaxi 晚上回基地充电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上传整天的驾驶数据，像是有没有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，
AI 判断是否有偏差，有没有出现新的行车模式。工程师会根据这些资料训练更厉害的模型，然后再意见推送更新给所有车子，不用回原厂，不用插线升级。每台 Robotaxi 就像手机一样，一觉醒来就变更聪明了。无人车这样庞大的商机与股市会有什么关联呢？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全球股市分析文章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Robotaxi 目前的测试版本，车内还是5人座设计，而且后座可以快速放平，方便放行李或是搬运东西。更特别的是，他们还装了 AI 音讯侦测麦克风，能够听见像是救护车、消防车的声音，这样车子会自动让道。从这些设计可以看出来，特斯拉不是只是要做出一台会开车的车，而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交通生态系。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买车，不需要会开车，只要手机 App 一点，车就来了，而且便宜、方便、省事。这代表你以后上班、下班、搭飞机、回家，甚至酒后不开车，都可能用这种方式移动。传统的计程车、Uber， 甚至自用车，可能会慢慢被这种 Robotaxi 取代。当然，特斯拉也不是完全相信电脑万无一失。每一台 Robotaxi 的后面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监督者，远端 Teleporter 团队。这些人坐在监控中心，透过 5G 时直接收每台车的影像与数据。如果遇到复杂路况，或者系统判断出现模糊状况，例如有救护车靠近，有时公路段突然改道，或者感测器突然出问题，远端人员就可以立刻介入，把车子切换成半自动或远端手动模式，确保安全过关。这样的设计不只是一种备援，更是一种对公众信任的保证。而特斯拉这一波，就像当年推出第一台 iPhone 一样，打算重新定义全人类移动这个概念。那这东西什么时候会进台湾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不是一时热潮，而是未来真的会来的一种生活方式。Robotaxi 不只是科技新玩具，而是有可能改变整个都市交通、车主结构，甚至房地产布局的关键。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它，可能数年后会在路边看到它慢慢开过去，里面没人，却一样在开车。那时候你就会想起，哦，我好像在哪个影片看过它的故事。那目前政府怎么看这件事呢？特斯拉的 Robotaxi 现在虽然已经在德州上路，但要在全美跑起来，还是得面对各州不同的规范。像在德州，相对自由，特斯拉很快就取得了官方认可，能够在奥斯汀的特定路线上进行商业营运。但你如果想进加州，就没那么容易。加州车辆管理局和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要求提交完整的安全报告，还会针对每一台车做审查。如果哪天想在旧金山、洛杉矶跑 Robotaxi， 得先过这一关。不过特斯拉也不是只顾自己开，他们跟奥斯汀当地的消防队、警察、急救中心合作，成立了自驾安全委员会，每天公开 Robotaxi 被远端介入的次数，是否有事故发生，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某天每100英里出现的干预次数超过 0.2 次，就会立刻停车排查。这就像是你去搭飞机，知道飞行记录被持续监控，你也会更安心一样。虽然外界对特斯拉 Robotaxi 还是有很多质疑，比如说，真的比人开的安全吗？系统会不会出错？会不会哪天突然一群 Robotaxi 疯掉塞满马路？但如果这一次特斯拉在奥斯汀的测试能顺利跑下来，没有重大事故，反而比人类驾驶还稳定，还省钱，还准时，那整个游戏规则就会被彻底翻转。所以马斯克不是在开玩笑，他说未来没有自驾功能的车厂会慢慢被淘汰。他甚至认为真正的转捩点不在硬体，而在 AI 能力。谁先训练出最会开车的 AI， 谁就主宰未来的交通市场。所以我们看 Robotaxi 不只是看它能不能自驾，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改变整个产业，甚至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。一旦这技术跑通，可能改写车这个行业的定义。Robotaxi 和 Waymo。既然自驾车是人类的未来，那难道只有特斯拉独大吗？当然不是。目前在自驾车的领域有2家主角，一个是大家熟到不能再熟的马斯克所领军的特斯拉，另一个则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走得比较稳、比较低调，但实力深厚的 Waymo。Waymo 的无人计程车服务现在已经在几个城市上路，而特斯拉的 Robotaxi 刚开始小规模式营运，这场未来计程车之战才刚开始。我们就先从最关键的技术和安全开始讲。特斯拉走的是一条非常极端的纯视觉路线，前面有提到，它的车上只装了8颗摄影机，不用雷达，也不用光学雷达，也就是光达。这些摄影机捕捉车外画面，再交给特斯拉自家的神经网络进行推理与判断，从识别红绿灯、行人、标志到自动转弯、刹车，通通靠它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便宜、量产快。你一台 Robotaxi 的硬体成本，特斯拉只要3到5万美元，而 Waymo 要花掉15到20万。
而且特斯拉有 OTA， 就是 Over the Air， 可以远端更新软体，一口气帮全世界几百万台车升级，根本像在帮车队打疫苗，只要伺服器按个钮，全体更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全球股市分析文章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特斯拉的无人车听起来很猛，对吧？但 Waymo 的玩法完全不同，他们采用的是多感测器融合技术，车上有4个光达、13颗摄影机、6颗雷达，再加上高精地图系统。这一套系统就像是车子不只看得到，还能感觉得到、听得到，甚至记得路怎么走，有点像除了拥有人类的五感，还有 GPS 加成。这就是 Waymo 的强项，又准又稳又安全。他们的系统已经通过 Level 4的无人驾驶标准，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完全无人，全天候运行。讲白了，在旧金山、凤凰城这些城市，Waymo 的无人车早就在跑了，不需要人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它。目前为止，Waymo 在美国的4大城市有1500辆车上路，已经跑了超过1000万趟接送任务，还整合了 Uber， 你可以直接在 Uber App 里选 Waymo 来叫车。而特斯拉的 Robotaxi 呢，目前还只是在奥斯汀，10辆 Model Y， 还要配安全员，而且是邀请制，没被邀请你还不能搭，这是不是感觉差距蛮大的？但特斯拉的出事事故明显比 Waymo 还要少，是不是反而更安全？其实这也要小心数据背后的真相。根据彭博社的资料，特斯拉的 FSD 系统每100万公里大约只有 0.15 起事故，而 Waymo 是 1.16 起，看起来特斯拉好像更厉害。但事实上，有很多人质疑这个数字不准，因为特斯拉的统计标准是安全气囊有爆开才算事故。简单来说，只要车撞得不够大，没有引爆气囊，就不会被算进去。而且如果当时车子的远端通讯没连上，也记录不到。反观 Waymo 的数据是根据警方报告来的，只要有报案就算，不管气囊爆不爆，等于特斯拉是拿轻伤以下不算的标准去比。这样一来，数据当然会低很多啊。所以有媒体直接讲，特斯拉跟马斯克拿这样的数据出来大肆宣传，其实有点误导性质。而且就连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都说，特斯拉并没有提交所有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事故记录。讲完技术与安全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竞争最难跨越的一个门槛——监管。这一点 ，Waymo 真的领先很多。像在加州，他们已经获得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认证，允许他们每天执行超过25万趟无人驾驶任务。而且他们还跟 Toyota 合作，要把这套系统输出国际市场。这布局之深，真的不是只靠声量就能超越的。而特斯拉呢，目前还是只能在德州市营运，在加州甚至连商业化测试都还没获准。他们的 Robotaxi 现阶段还不能正式上路接客，只能做测试。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特斯拉的 Robotaxi 抱有这么大的期待？因为大家知道，一旦特斯拉能把这套纯视觉系统跑通，量产速度会比任何人都快。而马斯克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已经放话，接下来要推专用车型 Cybercab， 目标直接造出 3.5 万辆 Robotaxi 来布局全球。这场仗还没分胜负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的计程车不会是你现在熟悉的样子。它不需要方向盘，不需要驾驶员，甚至不需要你喊司机到信义区某某路，你只需要打开 App， 按下按钮，几分钟后，一台完全没有驾驶的车就停在你面前，车门自动打开，载你上车，送你回家。好了，本集和大家探讨了 Robotaxi 的现况，以及竞争对手 Waymo 的比较，希望对你的投资路有帮助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蒙，我们下次见。